這裡就是廈門曾經的頂流曾厝垵，沒人，你看還是沒人。曾厝垵怎麼變成這樣子了？老闆比遊客還多，甚至都沒有遊客，到處都是貼了這種招租啊、轉讓的這些廣告。逛了一圈下來的話，發現倒閉的店都已經將近1/3了。你们有沒有發現哈，現在的廈門越來越留不住人了。這裡的藍天白雲、詩和遠方，好像都在向你招手吧？但是哈，你每個月的房租賬單這些柴米油鹽的，是不是又在拼命把你往外推？我見過太多的人哈，拿着1萬左右的工資，聽起來不錯，但是你刨去所有的開銷，一個月能存下來的錢，可能呢還不夠你在島內買個衛生間的。這種感覺真的特別無助。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社會大眾對前景越來越沒有信心。網友們紛紛發視頻，感嘆市場冷清，街上沒人。廈門這座被譽為小資天堂的旅遊城市，同樣有着前所未有的冷清。走上街頭，商圈不再喧囂，餐館裡空座居多，店鋪門口貼着轉讓或招租的廣告。有些商場呢，除了工作人員，幾乎都看不到顧客。中山路一開了50幾年的金店都倒了，50幾年啊，金店啊都開不下去。廈門中山路到底怎麼了？這裡的人好像真的越來越少了。中山路15、16年的時候人最多，那時候感覺你看到每一家都在排隊，就是人滿為患，人山人海，擠都擠不進去，就是你走路不可能這樣子大步走的。中山路這幾年確實受影響蠻大的，可想而知開店有多難。都不容易，能堅持下來太難了。500萬人口的廈門，人到底去哪裡了呢？你看以前繁華的萬達廣場，現在冷冷清清，見不到幾個人。沿街的店鋪不是在轉讓，就是空鋪。前段時間去了曾厝垵、中山街，依然沒什麼人。難道大家都跑集美、海滄、同安去了嗎？今年的實體生意啊，就是在苦海裡掙扎，房租、人工、進貨成本，樣樣要命。顧客呢，卻沒有幾個，實在是難以維持下去。現在廈門最可怕的不是房價下跌，而是空的房子租不出去。以前的租房呢，還沒有等別人退掉，合同就簽好了。而今年房東還指望着中介，還有站在路邊等租客的，甚至別的房貸看之後就馬上上去搶客了。我家的房子更便宜，我家的裝修更好，還有送半個月的，送1個月的。但這前提呢是合同1年哦，最後1個月送。即使是這樣了，也無人問津。租房的人似乎已經是大量的下降了，估計是生活的成本太大，壓力太大了吧？離開了廈門，是這樣嗎？新疆女孩在廈門6年了，我想說哈，在廈門留下來比闖進來要難1萬倍。闖進來只需要勇氣，但是留下來呢，要耗光你所有的力氣。我在廈門有多難哈？第一個就是租房，就在廈門哈，如果說你想要租個單間，一個人哈，最少要1500打底。第二個難題哈，就是找工作，不管你是什麼學校、什麼專業的，你想找一個你喜歡幹的活，而且哈，到你預期工資的，真是難上加難。要離開廈門了，這座城市沒有歸屬感。這是今天我們一個朋友說的，問我們周末有沒有空一起吃個飯。我們是培訓時期的同學，一起選擇成為互聯網程序員。他在廈門一待就是8年，如今他依然單身，這也是他離開的一部分原因吧。這些年也陸續的看着很多朋友告別，有的是因為房價太高，有的是想回到離家近的地方，還有和我們一樣選擇留下來的。無論在哪，都願我們最終都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這是第45天，餘額還剩2500元。今天花了3元做了一個青菜麵。以前上班的時候都是點外賣，現在不上班了，有大把的時間研究怎麼做美食，不僅省錢還健康。很多人都說這樣不上班是不行的，而且會讓自己頹廢。我想說的是，人生不過3萬天，快樂一天是一天，日子還長，要享受這份難得的休息，不要覺得焦慮，調整好自己，再重新出發。你們覺得說的對嗎？廈門作為2線城市，人口流失啊，它是最突出的。我來廈門上學啊，到現在工作，加起來差不多快10年了。那這2年明顯感覺到人吶越來越少。那城中村的包租公包租婆早就沒有了以前那種拎鑰匙躺贏收租的瀟灑。那如今房子租不出去，房租降了很多，仍然是無人問津。那曾經的萬達金街多熱鬧，現在一半的店鋪啊都在掛着轉讓，那核心就是沒有人氣了。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人口增長，再加上這2年經濟下滑，不少企業都在裁員，那處境就變得更難了。博主阿芳分析到，廈門人氣下滑主要有2個原因。
首先是廈門高度依賴旅遊業，但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之下，大家荷包縮水，旅遊成了非必要的開支。其次是景點缺乏新鮮感，像鼓浪嶼、曾厝垵和環島路這些經典的地標，雖然是名聲在外，但是多年來沒有進一步的優化，對遊客吸引力正在逐漸消退。在廈門這座美麗的城市啊，不可否認，真的特別適合生活。雖然呢，這幾年官方的數據也顯示人口在不斷的增長，但是呢，確實有很多的年輕人選擇離開了這裡。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離開呢？我想應該就是以下的3點。第一個，在廈門啊，普通人的工資大概是在4K 到7K 的範圍內。那上班族呢，住房像島內這種寸土寸金的地方，單人間至少要在1500左右吧，加上吃飯，基本上就佔了工資的大部分。那這還不算我們的交通、水電以及其他的社交成本。博主說，第二個原因就是房價，很多年輕人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往往會考慮買婚房，或者到了小孩讀書的時候呢，就會考慮買這個學區房。前些年房價尚未下跌時呢，島內學區房價動輒是5萬塊錢1平米起步，這樣的價格對普通家庭來說幾乎是難以承受。因此呢，不少年輕人選擇離開廈門，回到家鄉尋找機會。那麼這第3個原因就是企業裁員現象增多，讓打工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這也是很多人離開廈門的原因。因為我被我閨蜜騙了，廈門想找到月薪過萬的工作很難。上一條視頻裡面有很多廈門的好心人告訴我說，廈門的平均工資也就5、6千，如果想要月薪過萬，不偷不搶很難。還有人留言跟我說去做一些理療師的工作，說底薪可以過萬。不好意思，我是想賺錢，但是我有自己的底線，那些不正當的工作請不要推薦給我好嗎？但是來都來了，肯定會在廈門再找一找，看看有沒有合適我的工作。現在最重要的是找一個居住的地方，這2天住賓館1天100多，心疼死我了。這就是我在廈門海滄的租房日常，房租600，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帶獨立廚房、衛生間和陽台，不用和別人擠，也算省心，就是有點偏。買東西不太方便，但是離我上班地方近，騎毛驢3、5分鐘就到了。我在物流公司上班，每個月工資8000塊左右，工資不高，工作也不輕鬆，每天拉着叉車到處走來走去，一天要走幾萬步，幾乎沒有節假日，有時候也會感覺累，但為了自己和家人，也要咬牙堅持下去。廈門現在的現狀，你聽了可能都不太敢相信。廈門呢，很多大公司呢都在這個裁員、減薪和收編，很多小公司都徘徊在這個虧損和破產的邊緣。剛剛就跟我一個朋友吃完飯，她說她跟她老公呢準備回老家發展。今天呢是我們倆在一起吃的最後一頓飯嘛，我一下子愣了。我說你和你老公在廈門這麼多年了，你現在回老家還習慣嗎？他說他們家現在連頓火鍋都不敢吃呢。你說1個月5000的房貸壓了，根本就喘不過氣來。公司的效益不高，工資不漲還降，就這樣子還得擔驚受怕，怕被裁員。那想賣房子呢，是天天降價。有沒發現廈門啊，很多樓盤的空置率都非常的高。要我說，現在房子為啥賣不動呢？核心就3個點。首先，主力買房的年輕人啊，是真的沒錢。你看他月薪7、8千，面對100萬的房貸呢，月供一還，飯都吃不上了，誰敢買呢？第二，生活成本太高了，錢根本不夠花。你光是外賣、社交、水禮，月薪1萬了都扛不住的，哪還有錢考慮房子呢？博主說，還有一點就是大家對房價已經失去了信心，擔心今天剛買，明天就會跌，自己成了接盤的韭菜，自然是沒人敢輕易出手。現在廈門真的說出來有點嚇人啊！現在廈門人越來越少，都不知道人去哪裡了。特別像現在實體店鋪的話哦，關了很多啊，說實話心裡還是比較慌。像我現在去坐一些公交啊，也沒以前那麼擠了，平常都感覺車流少了很多很多。像我有幾個之前在島內上班的朋友嘛哈，他們以前工作都挺好的，比如說在一些比較大的企業上班啊，工資也有1萬多，交五險一金啊，然後現在都面臨被裁員。上班的也是一個比一個捲。我有個朋友現在在跑滴滴，住在家，從晚上下班的話跑到晚上12點回去。23年那個時候還可以，一個月可能有1萬塊錢左右。那現在他說做外快，可能也就是5、6千了，很拼的，沒辦法，有房貸有孩子。明年大概率會比今年更難，有史以來最大的失業潮。明年將會有更多人找不到工作和丟掉工作。現在的就業形勢已經不是賺錢辛不辛苦的問題了，而是你想賺辛苦錢都沒機會啊。
現在的外賣員比點外賣的還更多。如果說你現在的工作每個月能穩定發工資，就湊合做吧。像我本科畢業，今年被公司拖欠了1個月的工資，目前失業只能在找零工上面做日結。你們啊，有沒有覺得現在廈門人好像蒸發了？都說廈門有535萬人，可島內島外都沒很熱鬧的人影，各行各業那叫一個難，找工作的那叫一個卷。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好多人撐不下去了，只能離開廈門回老家或者去別的城市。還有做實業的老闆們看起來都挺愁的，滿大街的店面都在出租轉讓，可就是租不出去，轉不出去，只有極少數人能賺到錢。博主說，大家都是消費直接降級，朋友圈網上晒美食旅遊的倒是不少，但真正到線下，島內萬達金街關了一大半，島外杏林萬達周末也沒有幾個人，也就是帶娃的偶爾去逛逛街。95年31歲，失業沒工作，很多網友問我沒工作靠什麼生活，其實就是把消費壓縮到極致。我住在廈門偏遠的城中村裡，平時很少點外賣，一天也就一頓飯。買菜時在團購平台比價，專挑便宜的，或者等菜市場關門前買打折菜電話卡，有8元保號套餐。反正沒人找我，每月29元流量卡是唯一超高的支出。每天待在出租屋，不社交不出門，開銷特別少，沒家庭負擔，不用還房貸車貸，日子反而過得輕鬆自在。Hello， 廈門的朋友們，然後我們昨天到了廈門嘛，我穿的是這個衣服，從南京來的。就是很冬天，你知道嗎？這個是個羽絨服，然後我萬萬沒有想到，到了廈門之後，發現廈門真的是非常的冷，就是有多冷呢？就是我覺得，就甚至是感覺跟在南京差不多一樣冷。就如果你是來廈門玩，覺得這裡是一個春天，那你錯了，這裡真的是一個冬天，真的很冷很冷很冷，我都快凍死了。然後我們現在車內還開着空調，我昨天晚上空調打到了28度，就非常的誇張。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